我是个娱乐圈新晋小花旦，从出道开始就星途平坦，甚至各种热度不断，被网友们称为流量小锦鲤。然而某天，我突然被爆出一路星途坦荡，是因为背后有个金主爸爸，甚至狗仔有图有真相，直接将我上了一个老男人劳斯莱斯的照片放出来。照片上由于天色昏暗，并没有拍清楚男人的容貌，依稀只能看见男人身穿黑色大衣，一副中年老干部的打扮，而我被男人搂着肩膀一块上了路边的劳斯莱斯。这也就算了，甚至还有剧组的工作人员匿名放出了一段录音，录音内容就是我在休息室打电话跟对方的人撒娇，好不好吗？难道我不是你的心肝小宝贝了吗？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那你晚上别来接我了，要是被媒体拍到就麻烦了。一时间网上掀起热议，难怪年岁岁从一到出道就爆火呢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现在这些年轻女孩子啊，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真是太不自爱了，我人妈了。什么金主爸爸？那分明就是我爸。我跟我爸撒娇不行吗？我是我爸的贴心小棉袄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我立马让经纪人公关，但是转念一想也不行。我爸在大企业集团，万一真牵连到了他的工作，那岂不是糟了？正好经纪人也不想在这时候公关。碎碎，现在网友们也不过是仗着狗仔的一张照片罢了，你也先别着急，等这阵子热度过了之后再说，能不着急吗？正犹豫着呢，休息室外传来骚动，影帝来了。顾时来片场做什么？我心下疑惑，刚走到休息室门口，就看见他笔直朝我走来。我有事找你，我面无表情的点头，扫了眼周围那些八卦的眼神。那就在这里说吧，我可不想明天又传出来一个跟影帝有染的绯闻。虽然说我跟影帝确实，然而顾时这头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就看见了陈秘书。碎碎，曲总在门口呢。曲总就是我爸。我随妈姓，这事就要从很久远的时候说起了。我冲陈秘点头，马上就来，又看了一眼顾时似乎变得有些难看的脸色，我心下疑惑，你到底有事没事？半分钟后，顾时话语一转，正好饭点了，不如一块吃饭吧，我猜叔叔也不会介意的，他什么时候认识我爸了？我正没想拒绝，顾时已经率先拉着我走出片场，身后又是一片唏嘘。得，明天又要上头条了。我甩开他的手，低声警告，你就不能低调点？顾时斜睨我一眼，面无表情道，跟你比，我已经够低调了。得，醋坛子打翻了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顾时目光犀利，那你就是不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吃饭，这怎么还无理取闹上了？你真想去？顾时看着我道，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我强忍着笑意，行，到时候别后悔。不去才后悔。看着某人倔强的背影，我快步跟了上去。一向在外人面前惜字如金的顾时，今晚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尤其是在看到我冲向我爸拥抱上去后，顾时脸上铁青一片。不介绍一下吗？顾时开口打断我和我爸的温情时刻。我爸微微皱眉，略带不满地用眼神询问，这毛头小子是谁？我意味深长地看了顾时一眼，跟我爸介绍，爸，这是我的同事。顾时含笑的嘴角瞬间僵硬起来。顾时，这位是曲总。两人寒暄着握手，四目相对时仿佛有火花闪现。今晚这顿饭注定消化不良，从点菜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。我爸说我口味偏清淡，所以点了菌菇汤之类的。顾时说我口味重，点了冒菜和毛血旺。我爸轻蔑一笑道，小顾啊，看来你并不是很了解甜甜啊。顾时疑惑地看了看我，我急忙解释，我小名叫甜甜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跟他才谈多久，不知道我小名不是很正常吗？顾时来不及多想，不甘示弱地道，叔叔，我每天和碎碎朝夕相处，他吃什么再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。其实吧，这个我可以解释的。我妈口味清淡，所以家里的饭菜一向清淡，我又不挑食，所以在我爸眼里我口味也清淡。但作为当代年轻人嘛，无辣不欢，只要爸妈和经纪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我就可劲儿造。可这些我绝不能说，要不多破坏家庭氛围啊。我爸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，得意地道，多吃点，别挑食。见笑了，惯得他挑剔得很。顾时立即往我碗里夹了一只包好的虾仁，笑着对我爸说，没事，我惯的。我爸的脸就像被人打一拳一样。真不是我不给我爸面子，实在是经纪人看得紧，为了上镜我已经好几天没吃肉了。所以我吃了顾时家的虾仁后，我爸都快把筷子捏断了。顾时见状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叔叔，其实照顾人这件事，您年纪大了，精力肯定跟不上了，我就不一样了，只要碎碎想做的，我都可以陪着他去做。我爸这人最不服老，如今被顾时当面内涵他老了，差点没当场发火。我忙在一旁打圆场说，曲总，喝点水，败火。我爸缓了缓，似笑非笑地道，甜甜娇气，我怕你这个年轻人包容不了，就不麻烦你了。顾时把手搭在我的椅背上，没办法，我这人就爱被人麻烦。我两个加起来70多岁的人了，斗起嘴来跟3岁小孩没区别。好在我爸单位事情多，饭吃到一半就被电话叫走，否则他和顾时还真能成大型斗鸡现场。临走前，我爸说，甜甜跟我一起走吧。
好，刚好我也要回去一趟，凑车。顾时当即急了，拉住我的手。碎碎，你确定要跟他走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位叔其实是我爸？显然，顾时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，他定然是相信了网上的那些谣言。狗男人，不相信我，相信谣言是吧？我还就不解释了。推开他的手，我挽住我爸的胳膊，笑盈盈地说：“曲总，谢谢您的便车，直握着我爸也。”当着顾时的面，还明目张胆地拍拍我的手背。这不，顾时手背上的青筋都起来了。等坐上车，我爸气哼哼地道：“这个傻子喜欢你，爸先跟你声明一点，你谈恋爱我不反对，但你不能找个这么傻的吧？”我尴尬地笑了笑，嗨，什么都逃不过爸爸你的眼睛。顾时别的都挺好，就是关心则乱。我一边观察我爸的脸色，一边恭维说：“这也说明爸爸您显年轻啊，对吧？”我爸被我夸得咧着嘴直笑，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又故意板着脸教训我：“你少给我灌迷魂汤。实话实说，你们谈多久了？”我不好意思地搓着衣角。我和顾时其实才交往没几天，就是因为感情不稳定，才没选择公开。我爸忙不迭点头，老神在在道：“不公开是对的，我看这小子不顺眼。”也是，我爸多傲娇一人啊，今天被顾时针锋相对。一想到顾时得知真相后，我都有点绷不住了。我爸怪嗔了我一眼：“你别嬉皮笑脸的，说正经的，你打算什么时候不装穷，做回大小姐呀？”这恐怕有点难度。我爸火眼金睛，一眼就看出猫腻，眉头紧锁地问：“别告诉我，你那个傻子男朋友还被你忽悠着？要不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呢？”我冲他竖起大拇指：“爸您可真厉害，我这么聪明，肯定是遗传您的基因。”我爸又气又笑：“你这个机灵鬼，竟会说好听点。其实我们曲家从祖上开始发达，到我爸这代都已经是第4代了，生意越做越大，算得上豪门。当初我执意闯荡娱乐圈，不想利用家族势力，再加上我随母姓，所以在这行知道我身份的就只有经纪人。想当初我对顾时产生好感，还是因为他的英雄救美。由于我刚进娱乐圈，是透明到不能再透明的新人了，跑通告参加时装秀，经纪人没借到品牌的衣服，我便自掏腰包买了一件。好巧不巧，当天跟一位3线女演员苏倩撞衫了。那女演员鼻子都快气歪，理直气壮地找到我说：“这身裙子你不能穿。”我一整个大无语，我自己花钱买的还不能穿了？凭什么？她轻蔑地扫了我一眼，冷冷道：“凭你没有作品。”据我所知，她的作品也挺一般的，基本上都是扑街，只不过是仗着资历老，又认识几位大导演，才格外嚣张。从小到大横着走的，我当然不肯退让。裙子是我花钱买的，我还非穿不可了。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然当场怂恿助理把红墨水洒在我的裙子上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情绪激动时容易流泪。其实我心里早就想好了应对的方法，大不了就报警呗，反正后台化妆间有监控。就在我眼泪汪汪找手机准备报警时，顾时出现了。他毫不客气地把红墨汁反泼了回去，还霸气十足地说：“吵死了，这裙子我要了。”我和苏倩双双愣住。我愣是没想到顾时手速极快，苏倩愣是没想到顾时会帮我。毕竟我俩在化妆间争执时，谁也没注意到顾时竟然也在里面休息。顾时趁我呆愣之际，温言对我说：“把尺码给我，待会儿我让人送你一套礼服。”那一刻，顾时在我眼里犹如神奇降临，酷毙了。那晚的走秀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和我一起走红毯的搭档就是顾时。我穿着他送来的高定礼服，挽着他的胳膊出现在媒体面前。也就是那一晚，我才在娱乐新闻上有了露脸的机会。至于苏倩，没有了礼服，一时半会儿又借不到衣服，秀都没走成。听说她气得趴在化妆间的桌子上哭了很久，嚷嚷着要让顾时赔偿。那晚过后，我让经纪人打听顾时的详细信息。顾时26岁，双料影帝，有钱有颜有演技，高学历学霸，在娱乐圈称得上是天花板级的顶尖人物。最重要的是单身，甚至连初恋都没有。我双手一拍，禁不住道：“他是我的菜！”噗，经纪人的咖啡当场喷了出来。他毫不客气地道：“我说碎碎，咱能别异想天开了吗？铃铛姐，在你眼里我就这么没魅力吗？”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，身材凹凸有致，3庭5眼头，小腰细长腿，上镜也是明艳大女主的风格，怎么就追不了顾时了？经纪人清了清嗓子，语重心长的劝慰：“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难道你就没看过他的采访？人家喜欢温顺听话、小鸟依人的女孩子。你一大小姐脾气，他怕是受不了。”我一巴掌拍在经纪人的背上：“看不起谁呢？我就是装也要把顾时搞到手。”经纪人事后，铃铛姐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幸好公司是你家开的，否则你这个刺头，我还真担心你还没出道呢就被公司雪藏了。说来惭愧。”我爸不放心我闯荡娱乐圈，大手一挥便给我注册了一家公司。这不，公司只捧我一人。像我这样打死也不回家继承家业，发誓立志要在娱乐圈泡帅哥的艺人，怕是娱乐圈独一份。对于攻克顾时，我还熬夜做了攻略。未能吸引他的注意，我制造各种偶遇。
为了博得他的同情，我又是装穷又是装可怜。这不，人现在到手了，我又面临向他坦白身份的新难题。人生无常啊。晚上，我正在浴缸里泡澡敷面膜时，顾时打来电话。碎碎，我觉得你现在这样不好。我哪样？怎么不好了？顾时深吸一口气，问出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。我调查过了，他有老婆有孩子，进入演艺圈做投资人，只是图一时的新鲜。他能给你的我都能给你。碎碎跟他说，接下来的几部电影全部推掉，他太嚣张了，不像单纯的投资人。揉揉沉痛的眉心，我无奈道，我跟曲总现在真的只是合作上的关系，那可是我爹亲爹给了我基因也。从听筒里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声。年碎碎，我是认真的，违约金我来赔付，我也可以为你开个工作室，跟他解约，从今以后我养你。说不感动是假的，心里又愧疚又生气。我是真想敲开顾时的脑壳，看看他脑子里都装了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顾时，其实你先别说话，我怕我会忍不住找兴趣的单挑。OK, fine。我原本是打算跟他摊牌来着，是他没给我开口的机会，还要找我爹单挑。怎么说呢？甚至还有点小激动。鉴于我爸今晚给我下的命令，死活都不同意顾时。我觉得如果不告诉顾时真相，我爸看到他对我那么好，说不定就满意了呢。空气里弥漫着泡泡浴淡淡的玫瑰香气，手机再次嗡嗡震动。我看了一眼，是经纪人的电话。嗨，那什么，我经纪人打过来了，先挂了哈。顾时，我说的话你最好考虑考虑。知道了。接通经纪人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那端急得上蹿下跳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！你说相声呢？有话直说。你又上热搜了。自从我挽着我爸的胳膊上了他的玛莎拉蒂后，但凡我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一定会被挂在热搜上。还被黑粉戏称，估计我是买了热搜包年的优惠，可冤死我了！这不花1分钱的热搜，谁想上谁上。还有人说我主打一个黑红路线，天地良心，明明出道前为我量身打造的是接地气路线，没想到我在跑偏的路上一去不回头了。经纪人继续道，这次是何故时？好吧，这波我早就料到了。经纪人小心翼翼地问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解释吗？还解释个屁呀！用脚趾头想想，那群网友根本就不会相信我解释的话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不解释。碎碎，稳住不慌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慌，我都佛了。说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。经纪人咂巴着嘴道，有人替你解释了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那个人不会是顾时吧？经纪人讪讪地发笑，恭喜你，答对了，这不是乱上加乱吗？我急忙打开微博，果不其然，顾时已经艾特了我女朋友，不行吗？行你大爷啊！这下我靠后台上位的谣言算是坐实了。还多了一个绿茶的标签。我一个没忍住拨通了顾时的电话，你什么意思？顾时振振有词地道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你应该给我个名分。听着语气，他还委屈上了。不是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在感情没稳定以前不选择公开。顾时这会儿就像是头倔驴，压根没心思跟我讲道理。我又反悔了，不行吗？我突然觉得自己眼瞎了。以前是怎么觉得顾时又帅又有绅士风度，最关键是成熟稳重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。有顾时官宣的这波骚操作，将原本都快压下去的新闻热度再创新高。就连我爸都打电话来问，甜甜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不公开吗？爸，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吗？我爸现在都开始对我的糖衣炮弹产生免疫了。你可别告诉我这是给爸爸的惊喜，这分明就是惊吓。爸，您怎么把我的台词都抢了？网上对我骂声一片，经纪人忙得都快冒火星子了，四处给我收拾烂摊子。当然，顾时这个罪魁祸首也没好到哪去，连连给我道歉。碎碎，别生气了，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。要不我再发一条微博替你澄清？别，你消停会儿吧。我拦住他，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一眼。顾时，我上辈子欠你钱了吗？所以这辈子顺风顺水的我在他身上连连栽跟头。不是我欠你钱，说着他就凑上前来求抱抱。我一把推开他，让他离我远点。手机在包里震动，顾时微表殷勤贴心地帮我拿过来。但当他看清楚来电人后，脸一下子黑了。什么情况？他眉头皱成川字形，忍着怒火发问：你怎么还跟他有联系？我看了看备注为曲总的来电，张口结舌。这能怪我吗？前天我想给他解释来着，他不听，这会儿又生气了吧？我白了他一眼没解释，接听电话。碎碎呀，快回来吧，你妈妈哭了。电话里我爸的语气很是焦灼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挂断电话，我拎起包就要走。顾时拦在我面前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我。
年岁岁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？我摸着自己的良心，真诚无比的回答，我真放在心上了。不管你信不信。顾时漆黑的眸子悠悠地盯着我，我是想相信你，可这位曲总一个电话就能把你叫走，你让我怎么想？他还来劲了。顾时，你变了。咱们谈恋爱之前说好了，互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。你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？顾时拉着我的手，又气又恼道：“我是在给你拨乱反正，把你从深渊中拯救出来。”年岁岁，你实话告诉我，那个老男人是不是抓到了你什么把柄，所以威胁你？我嘴角抽了抽，看着他清澈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愚蠢。事出有因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想象力还挺丰富，不去做编辑真是屈才了。我回头再跟你解释。在顾时持续震惊的眼神中，我无情离开。毕竟现在任何事情都比不上我妈哭了这件事。一路上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妈怎么哭了呢？我爸那么宠爱我妈，应该不敢惹她生气啊。到家后，我妈看到我立即上前抱住了我。宝贝，你受苦了。我满头问号地看向我爸，他叹了口气解释，还不是因为你看了网上网友的那些评论，你妈都被气哭了。我瞬间懂了，我妈以为我受委屈了。要知道，从小到大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，别人哪敢欺负我呀？妈妈，我没事的。当艺人就是这样，饱受争议。但是你也要反过来想想，正是因为我有热度，所以才会被恶意攻击解读。要是哪天我没热度了，那我的事业不也就凉了吗？我妈用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宝贝，这委屈别受了，回家继承家业不好吗？”合着我爸妈这是合起伙来劝退我的事业心啊？不带他们这样玩的。我爸我妈你一句我一句，像说客似的忽悠我跟剧组请了假。宝贝，拍戏很累吧？看你夏天拍冬天的戏，冬天拍夏天的戏，妈妈都快心疼死了。你妈说的对，姑娘家年纪轻轻，再把身体熬坏了。宝贝，要不你就在家休息半年，刚好也能陪陪妈妈。你妈说的对，你在家陪着你妈，或者你们出去玩旅游也行。要不是我意志足够坚定，宝琪真的会被他们带沟里去。爸妈，你们心疼我的心情我完全理解，但是我是真的喜欢演戏，你们说的那些苦，我不觉得是苦，反而乐在其中，因为那是我的工作。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不容易，就像爸爸，您的工作也有很辛苦的时候啊。我爸眼角微微湿润，孩子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我看着我妈继续道：“妈妈，就像您喜欢跳舞，直到现在还依然每天坚持跳舞，您不是也不觉得辛苦吗？”我妈认真的想了想，宝贝说的对，爸爸妈妈应该支持你喜欢的事业才是。闻言，我心里长出口气，搞定了。走出大门前，我隐约听到背后爸妈两人的谈话声。不是说好了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要把岁岁留在家里吗？怎么我感觉孩子长大不好骗了呢？所以说嘛，骗孩子要趁早，等长到像我这么大的孩子，不但骗不了，还能给爸妈反向洗脑。等我回到剧组住处已经是半夜，刚一进门就被人壁咚在墙上。顾时打开灯，他脸色铁青，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家离这里那么远，我就是开飞船也不会一箭到达呀。我还没开口解释，眼前的男人就又凑过来，在我身上嗅来嗅去，真是够了。你在干什么？顾时憋屈的抬眸看了我一眼，没喝酒。废话，我回家喝什么酒啊？他还真应了我爸的那句话，找了个傻子当男朋友。我一把揪住顾时的耳朵，一度失语，是被气的。顾时，你把我年岁岁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就那么没节操、没底线、没下限吗？他看着我一时语塞，半晌才讪讪道：“我是相信你的，可闭嘴吧，看吧，男人就是心口不一，嘴里说着相信你，实际上对我严防死守。大半夜不睡觉，在我房间里堵我。顾时，你可真行。”他发觉我是真生气了，态度立即软了下来，拉着我的手温言说：“岁岁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可是你也知道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”他凄凄哀哀地看着我，那个曲总40-50岁的年纪都可以当你爸了，你也别嫌我说的难听，我是男人，男人最了解男人。我看他贼眉鼠眼，不像是什么好人，我是真的怕你被骗。我爸贼眉鼠眼，不像好人。他都把我给气笑了。顾时，你这话要是被他听到，以后是会吃亏的。顾时的脸登时黑了。你很在意他生不生气，却不在意我生不生气。曲总不仅是我爸，还是我的金主爸爸，可不得在意吗？眼前的男人生起气，奶凶奶凶的。其实他对我爸有敌意，也不能全然怪他。我心头一软，不由得压低了声音，轻声安慰：“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也很在意你的。”顾时悠悠地望着我问：“我和曲总，你更在意谁？”我不是说男人都很大度吗？怎么一旦小心眼儿起来，我都快招架不住了。顾时因为没和公司商量就官宣恋情，违反公司规定和协议，私下里赔偿了不少钱，我都替他肉疼。他倒好，眼都不带眨的。为了哄他开心，我连续半个月都没回家，惹得我爸亲自到剧组接我，还语气酸溜溜地道：“女大不中留啊。”幸好这个空当顾时去拍戏了，否则这两人遇上还真不好说。我爸来到我房间，先巡视一圈，半开玩笑地问：“你那个愣头青呢？”
拍戏呢，他脚步不停，转悠到厨房，看到锅里的饭菜，语气那叫一个酸。我还没吃过你做的饭，他倒先吃上了。我忙解释，不是我做的，他给我做的。我爸轻哼一声，这还差不多。不对，你们同居了，我差点被噎到。没有的事，还不是因为您。他看我看得紧，我爸气哼哼地道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我见自家闺女，他不乐意什么？我感觉自己像是蜂箱里的老鼠，两头受气。哄完了顾时，哄我爸，还要防着两人见面。对着厨房的残羹剩饭，我爸一通批评，如是说：“你看看这颜色都不新鲜，是不是手艺没把好？”我心里忍不住想，距离出锅时色香味俱全都过去大半天了，当然卖相不好。但当着我爸的面，我不能总替顾时说话，否则我爸就看他更不顺眼了。当然是爸爸手艺好，我从小就吃惯了您做的饭菜呀。我一边说，一边给他捏肩捶背，殷勤的像个贴心小棉袄。我爸笑眯眯的，突然间就又变了脸。哎，将来有一天你还是会吃惯他做的饭的。我爸是懂阴阳怪气的。我心中纳闷，什么时候一个个都学会阴阳怪气了？都说女人不可理喻，我现在觉得吃醋的男人更不可理喻。好不容易把我爸哄走，顾时又急匆匆的回来了。拍完了，看他满头大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赶着投胎。这么急回来干什么？顾时捏了捏我的脸颊，笑着宠溺道：“你不是想吃佛跳墙吗？我找了食谱，今晚研究研究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的心融化成一汪春水。看他在厨房忙碌，我忍不住走过去，从背后搂住他的腰身，把脸靠在他宽阔坚实的背部。顾时笑着问：“是不是等得太久饿了？”没有。顾时，你喜欢我什么呢？虽说当初接近他时我可以扮娇弱装委屈，但我这性子装一时半会儿还行。自从和顾时谈恋爱后，身上大小姐的毛病逐渐显露。顾时对我并无半分不耐，一如既往地宠着惯着我。喜欢一个人是不讲任何道理的。我默了默，有些心虚地问顾时：“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我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，亦或者是发现我骗了你，你会不会生气？”顾时略一沉吟，认真回答：“碎碎，我喜欢你，无论是你的优点缺点，都会包容。至于骗我，他剑眉上扬，露出一个轻佻的笑容来，说来听听，骗了我什么？到底心虚，再加上还没想好怎么跟他坦白，我佯装开玩笑地挑起他的下巴，在他耳畔吹了口气。片色。”话音刚落，顾时的吻就落了下来，无边的暧昧如夜色般笼罩下来。我和顾时感情越来越稳定，但网上对我却是骂声一片，无非是骂我配不上顾时，又说我靠金主进入娱乐圈，不是真心喜欢顾时，只是为了拿到资源。经纪人劝我千万不要生气，我笑了笑，生气什么？他们说的又不是真的，清者自清。对，你能这样想就行。这个经纪人是我爸托关系高薪聘请来的，他以为我是大小姐脾气，经不住打击。殊不知我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儿。其实在我上学时就经历过这些，也是我爸来接我上下学，被一些嘴欠的同学看到，四处散播谣言，说我小年纪不学好，傍大款之类的。那时我是生气的，气得哭到半夜。我爸告诉我，人活在这世上，没有不受委屈的，更没有一辈子顺风顺水的。我们要做的是不被这些流言蜚语所侵扰，更不能被他们打倒。尽管网上对我差评如潮，我依旧照常吃喝，努力工作。因为我要用实力证明一切，堵住悠悠众口。杀青宴后，我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剧组。来之前不知道，女2号是我的死对头方梦瑶。她见了我，犹如看到仇人一般。哟，不愧是女1号，架子大得很，还要让全剧组的人等你。关于女1号，这点我是可以解释的。试镜后，导演在我和她之间抉择不定，最终敲定了我当女1号。用膝盖想想，现在方梦瑶吃了我的心都有。但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谁让她技不如人呢？还没开拍前，他就发了一堆通告压我。开拍时，第一场就是我俩的对手戏。在和他对词时，方梦瑶嗤笑一声：“我以为你有脸的话就会辞演呢。”我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不轻不重的回怼：“要辞演也是你辞演。”方梦瑶当场脸色变了，他怒不可遏地道：“别以为有人砸钱给你买个女1号就了不起了，等剧一播出，网友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你淹死。能不能把我淹死我不知道，但好歹还有人骂我。至于你，怕是在全国观众面前连脸都没混熟吧？”他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的鼻尖骂：“年岁岁，你真是没脸没皮！”一边勾搭着老男人，一边还吊着顾时。我俩的争执很快引来剧组人员的围观。同一个剧组的演员不咸不淡地劝了2句，还有一个跟方梦瑶关系好的小演员趁机又拱了一把火：“梦瑶姐，您跟这种人犯不上生气。他什么人？大家谁心里不都跟明镜似的吗？”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清清白白做人，努力认真工作，我为人怎么了？我扯住他的胳膊，厉声询问：“你把话说清楚，我是什么人？”那小演员正巴结着方梦瑶，自然跟他同一个鼻孔出气。
鄙夷地看着我道：“你自己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，还用得着来问我吗？”正吵得不可开交时，一道严肃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：“我女儿是什么样的人，还轮不到你们说嘴。”我爸一脸怒意地站在我身后，不远处的导演见状，急忙跑了过来，点头哈腰地恭维起来：“曲总来了，让您见笑了。”我爸皮笑肉不笑地扫了众人一眼，又看着导演冷冷道：“可不得来吗？再不来，我女儿就要被人吃了。”导演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眼中带着疑惑：“没想到岁岁竟然是您的女儿。曲总，您看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，不认识一家人了。”在场的众人无一不震惊，还有人认出我爸就是之前狗仔曝光视频里的金主爸爸。我爸不孝时不怒自威，又在商场多年，身上自带强大气场。他把方梦瑶和他的小跟班叫到眼前，严肃地问：“你们两个污蔑我女儿的事，我不会因为你们年纪小又是女孩子就网开一面。你们虽然看起来和我女儿一般大，但说出来的话可一点不像是女孩子该说的话。既然你们的父母不管教你们，那我今天就多管闲事，替他们教育一下。”我爸的秘书已经把他们两个对我的人身攻击录了下来，作为证据起诉他们。我爸在片场霸气护女的事很快在圈子里传开了。方梦瑶不想背上官司，便托了经纪来说情。我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让他在微博上公开给我道歉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他磨蹭了整整2天才发布道歉微博，一时间真相大白，那些谣言不攻自破，还圈粉无数。顾时得知真相，匆忙赶来时，我爸正系着围裙在厨房给我做饭。他拎着厚礼进门时，还不忘白了我一眼。我摸摸鼻子，自认理亏：“叔叔好，我叫顾时，是岁岁的男朋友。咱们之前见过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在顾时脸上见到紧张忐忑的表情。我爸头也不回，大声道：“哦，是岁岁的朋友小顾啊。”顾时当场尬住，我强忍笑意站在一旁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。我爸是懂如何提取信息的。我爸没发话，我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等一个菜炒好，我爸回头扫了我一眼：“站着多累啊，快去客厅坐下等着吃就行了。”说完，他又扫了顾时一眼，话还没说完，顾时忙不迭道：“叔叔，我来帮您打下手吧。”不等我爸拒绝，他挽起袖子进厨房，又是摘菜，又是切菜，又是清洗餐具。吃饭时，我爸故意问：“小顾啊，叔叔是不是很老啊？”顾时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，笑得不能再真诚了：“叔叔年轻着呢。”我爸看着他，似笑非笑地道：“是吗？最近不知怎么了，我做梦梦到有人骂我老男人。”顾时当即坐立不安，脸都快皱成苦瓜了，求助地看着我，仿佛在问：“你忍心旁观吗？”说实话，是有点不忍心。我压下向上翘的嘴角，微微正色：“爸，顾时今天是来跟您赔不是的。”“是吗？他自己不说，还用你说？那还不是被您给吓的？”顾时连忙说：“叔叔，您别怪岁岁，是我不对。”之前还以为为了讨好我爸，顾时快把这辈子夸人的话说完了，奈何之前结下梁子的缘故，我爸愣是油盐不进。吃过饭把顾时送出门，我有些担心地问：“顾时，如果我爸一直不同意我们的事呢？”他目光灼灼地望着我，坚定地道：“我不会放弃的。”送走他，再回到房间，我无奈地道：“爸爸，你到底要考验他到什么时候啊？”我爸恨铁不成钢地看了我一眼：“怎么心疼了？我女儿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追的，她要是真心喜欢你，又怎么会在乎这点难度？这倒也是。”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，顾时隔3差5就去看望我爸，跟他学下厨，陪他下棋。再一次送走顾时，我妈有些坐不住了，忍不住问：“老屈，我看顾时这孩子挺好的，你就别为难人家了。好好一孩子年纪轻轻，本应该是谈恋爱的年纪，现在倒好，整天跟在你屁股后面转。再这样下去，干脆你俩一起过算了。”我爸悻悻一笑：“我这不是替女儿考验她吗？”我妈轻哼一声，随即冲我眨眨眼。还得是我妈出马，要不怎么说一物降一物呢？我和顾时官宣结婚那天，收获全网祝福。就在我激动得泪流满面时，我爸冲上来握住我的手，眼角湿润地问：“岁岁，要不别嫁了？爸爸愿意养你一辈子。”我妈，顾时。后来我跟顾时领完结婚证后，他眼睛都红了，总算是能跟你在一起了。我等得好辛苦啊！我笑着看着他，心想着能在一起，还真的是因为他坚持得够久。顾时又说：“你说说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，还闹了这么大的乌龙，差点让爸讨厌我了。”“那还不是因为我们感情不稳定，再加上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我从小就不喜欢解释。跟顾时在一起后，只是想好好谈一场恋爱，谁知道会这妖巧。也是我不好，我应该完全信任你，还好爸没嫌弃我。岁岁，我总算是娶到你了，那以后你该好好对我啊。”我伸手拍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顾先生，遵命，老婆。”